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天地玄黄，命数有常。这头顶之线，便是那冥冥中注定的命格。红者贵，灰者贱，给点吃。黑者死期将近。可我想改变它，为了妹妹和母亲。娘，你又咳了，我去给你请大夫。不用，娘没事儿，把钱省着，给小鱼买点肉吃。哥，娘，吃饭。小鱼的先天心气可能让她连20岁都活不到。不，我绝不信命。小子，快点儿！本老爷的时间可是金子。是，马上就好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的画能触碰到别人命运，那是不是，如果我画得够好，我就能改写娘和小鱼的命运了？天生异瞳而不自知，画中藏道而不悟道。可惜，画道一途，形似者众，神似者寡。能触及真字者，100年难遇。此子身负天命之相，然道心未铸，机缘未熟，言之尚早。画的什么玩意儿，一点神韵都没有。哼，赏你的，滚吧。小子，你要是真想出人头地，去城里宗门来选人了。哼，能不能选上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宗门。听说了吗？通过这个灵根测试的人就能进入修仙宗门。你以为简单？能通过测试的都是老天爷挑选的，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就别想了。王小虎，中品木灵根，可入青云门。为了娘和小鱼，我也得试一试。下一个。这是什么？废灵根？连最低等的宗门都不会收的垃圾，也敢来测灵根？下等废灵根，滚下去！别在这儿浪费大家时间。修仙的路走不通，我得想别的办法。之前听村里的老人说过，城南有个以化为道的疯癫仙人，好像是这里吧？怎么会这么破？有人吗？有人在家吗？安静！请您收我为徒。小子，跪在这儿干嘛？当你爷爷我晒太阳了？在下顾青山，求仙人收我为徒，教我画道。仙人，你测过灵根了？是下等废灵根。废灵根还想修画道？画道比武道更看天赋，你连灵力都聚不出来，拿什么画？用口水吗？我可以用血。以血为墨，这小子竟知道这种不要命的禁术。进来吧，丑话说在前头，用血作画，每画一笔都在烧你自己的命。你这条路走下去，绝不可能活过40岁。画道第一步，凝墨，此乃灵墨。要用灵力引动天地元气，在指尖汇聚，是入画道的第一步。你来试试。我做不到。废灵根自然聚不了气。泪还要流落多少？你现在的命数大概还有60年。用血作画，每完成一幅就要烧掉你1到3年的命，命烧光了，人也就没了。我明白。
问里家居仙门，几步之遥。1年寿命就换来1瞬。哥，你又在画画，哥，你不要再画了好不好？小鱼害怕。没事儿，哥就是练着玩。快，粥都凉了。泪还要流落多少？以我目前的速度，还来得及吗？顾家那个小子又发疯了，灵根都没有，还天天在这画鬼符，装神弄鬼。不行，没有灵芝灵墨，光靠写画不成形，更别提改命了。可那些东西太贵了。几步之遥。娘，花丛未老。小鱼，陪着娘，我去叫大夫。积劳成疾，心脉衰弱，这病拖得太久了。大夫，求求你救救我娘！只有一个法子，城里回春堂有续命草，或可保她一命。续命草需要多少钱？50两银子。50两。求求您掌柜的，先借我1株续命草，我做牛做马一定会还上的。求求你！穷鬼，滚远点，别脏了我的地。哥，这些够不够？这是我攒了2年的。对了，师傅，还有师傅，小鱼，你在家好好照顾娘，我马上回来。师傅，求你，我娘快不行了，我没钱买药。几步之遥。这笔是上古灵木所制，这墨是我最后一点灵力所化，拿去城里的万宝楼当了，够你买10株续命草。师傅，这太贵重了。废话真多，让你拿就拿着。这个你留着。这是石门天机阁的镇阁之宝，命运长卷的残片。天机阁，我参悟了一辈子，也没看透其中玄机。或许，小子，记住一句话：画道之极，非形似，乃神似。外施造化，终得心全。笔下有山河，不算本事；心中有天地，方能以一笔夺天地之造化。若有朝一日你能画出命来，才算真正入了门。师傅，去吧，去救你娘吧。命卷残而道不绝，此身渺灭，便是归真。待那残卷与真火重燃，你我自有重逢之期。续命草是吧？马上给您包好。对了，给师傅买的包子我拿给他了。师傅，我回来了。师傅。问风雨何时云散烟消？问烈火在纷飞。师傅，您放心，这画卷的秘密还有天机阁，我一定会查清楚。师傅说过，画道之极，在心不在形，一笔夺造化。这是命数之线，它竟连接着这么多人的命运。青山，外面好像来了一群修士。奉天机阁之命，搜查镇阁之宝命运长卷残片，提供线索者赏金1000两，窝藏圣物者灭族。东西就在这附近。命运长卷，师傅给我的就是这个。青山，怎么了？
现在起，无论谁问，都说不认识一个叫莫参的老画商，更没见过什么画卷。记住，这关系到我们全家的性命。小鱼，你躲好，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来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何闯入我家？住手！不准动我的孩子！滚开！娘！画卷在哪里？别碰我娘！再问一次，画卷在哪里？我杀了你！凌霄师兄没有找到，一个废灵根，一个将死的病秧子，烦不起了。走。小鱼，我们走。我一定会救你的，小鱼。娘！哥，别画了，求你了，别再画了！我必须救你，小鱼，你是哥哥唯一的家人了。我不怕死，哥，我不怕。你不会死，哥答应过娘，一定会保护你。哥，你醒醒啊，哥！这是上古画术，那我可以直接改写命数之线了，小鱼有救了。改写他人1年寿命，施术者需付出10年寿元。小鱼已经快不行了，可是我连这门画术的门槛儿都摸不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就是天命吗？天命不公啊！哥，你看叶子好红，像你画的画儿一样。成了，成了！这次能维持10秒。小鱼，小鱼，小鱼，哥画出来了，能救你的画。有用，真的有用！造地设终不过是谁痛到谁负责。不，怎么会这样？哥，你已经很厉害了。是我没用，都怪哥！哥，是我的命不好，不怪你。你要好好活着，替我看那些好看的画。小雨，哥在为你画最后一幅画。小雨，哥来陪你了。这幅画没有恨意，没有贪念，没有对力量的渴求，只有一个哥哥对妹妹纯粹的爱。万古以来，能以真意激活命运残卷者，你是第一人。我赐你一次机缘，回到一切发生之前。机缘？
重生，你将获得真正的化道天赋，但你的每一笔都将改写这个世界的因果。画的越多，因果越重，直到你能承受这份因果的那一天，你才有资格站在天命面前说不。说不。好好活着，替我看那些好看的画。我真的回来了。这金色陵墓也并不会消耗我的寿元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让你们死在我面前。哥，你发什么呆呢？哥，你怎么了？青山，这是咋了？做噩梦了？这一次不只有结果，居然还有源头。金色陵墓是真的。哇，哥，这是什么戏法？好漂亮！28、29、30秒，前世我用1年寿命才换来仅仅3秒。就算有了金墨，我现在依然什么都画不出来。画到修为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。天机阁、凌霄，半年，我只有半年时间。重生不是恩赐，是考验，我不能再走错任何一步了。我要先找到师父，前世他只教了我血化剑术。这一世，我要学到他真正的画道传承。再来就是赚钱。娘的病拖不起了。最后，画卷残片，前世师父在我走投无路时才给我。这一世，我必须提前拿到手藏好，绝不能让它成为天机阁灭我宗门的理由。师父，等着我，这一次，徒儿不会再让您孤苦离世。师父，老先生，我想学画。又来个做白日梦的，灵根呢？废灵根。废灵根，滚蛋！画道修行没灵根，连墨都凝不出来，学个屁！这是精品灵墨，经脉之色，确实是废灵根。可这神魂里，这股力量，小子，你身上发生了什么？没有灵根，怎么可能凝出精品灵墨？这不合天命。老先生，我只想学画。你不是普通人，老夫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，但精品灵墨万中无一。我墨残落魄半生，没想到临死前还能见到这种天赋。老夫教你，不过你得按我的规矩来。精品灵墨，画道基础凝墨、运笔构形这些，你有了金墨，学起来会快10倍。画道分6境，老夫教你1笔3境，剩下的靠你自己悟。1笔3境。第1境描形境，不是用眼看，是用心观。观其形，更要观其意。一草一木，一石一水，皆有自身运行的意。用你的金墨去捕捉模仿这种意，画出来的东西才能有魂，才能持久。你现在能用金墨画什么？画朵花我看看。一盏茶，仅仅是模仿外形，就能局限一盏茶的时间。若你能捕捉到兰花幽静独立的意，小子，从今天起，对着那棵老别子松树看，副手可能看出他坚韧不屈的意。什么时候再来找我学第2境？师父，这一世，我一定守护好你的安危。谢师父。去吧，看书去。对了，小子，你神魂里那股金色力量很特别，它似乎能触碰到一些不该触碰的东西，你好自为之。金墨现世，1笔传承，这天下
怕是要改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形有了，意也够了。苗行径，你已经突破了1个月，不错。不错，肤色镜你也算入门了。你这小子，画画像拼命一样，到底在干什么？师傅，我想早点画得好一些。伙计，抓一副安神补气的药。这个鸡腿怎么卖？3文钱。小鱼，哥，你回来啦！怎么会这样？如今我的速度根本追不上他命数流失的速度。哥，你怎么了？快拿去和娘一起吃。娘，哥买鸡腿啦！太慢了，还是太慢了。肤色镜后期终于成了，现在我画出的东西至少能维持半刻钟。神念消耗太大了。小子，记住，画道改命，如同逆水行舟。你每画一笔，都在与天地因果决力，煽动他人命数，必有反噬。因果反噬。不好，这老人家马上不行了！不行，强行改命必遭因果反噬。我自己的寿元本就不多，若是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……哎，看样子是不行了。快走快走，别沾上晦气。如果连眼前的垂死之人我都不救，那我重活这一世有什么意义？老人家，老人家您撑住！老人家您别动，我是个画师，我给您画幅像，就当歇歇脚，不收您钱。老人家，画好了。咦，我这胸口好像不闷了。因果反噬，将来要救娘和小鱼，我要对抗天机阁的代价到底会有多大？娘，你喝点水。8个月，我必须尽快突破到竹林境才行。停下！你小子不要命了！看看你现在什么鬼样子！师傅，我没时间了。画道修行，你现在心浮气躁，杂念丛生，白金刷起来的东西只有其形，没有其意。再这样下去，只会走火入魔。可是我娘的药不能停，还有我妹妹也……这是我师门天机阁的镇阁之宝，命运长卷的残片。我花了大半辈子也没参透其中奥秘，你天赋异禀，或许对你有帮助。谢师傅。好了，去休息一下吧，别累坏身体了。
怪了，看一眼这画儿，咋觉得浑身舒坦了些？我的金墨画出的画，对普通人还有安神的效果，赚钱的办法有了。养心图，小子，你这画是金子做的，还能养心不成？这位老爷，您最近是否头晕脑胀，夜不能眠？你怎么知道？您看看我这幅镜湖图，就当歇歇脚。神了，真是神了！我感觉脑袋清明了不少。小子，这画怎么卖？1两银子。值，太值了！我也要一幅，最近老是心惊，大夫都瞧不好。娘和小鱼的药，暂时够了。这画中蕴含的是神念之力，去查查这个少年画师到底是什么来路。这些画都是你画的？好强的命格，这是我2辈子见过最强的命格。是。你是哪个宗门的画道弟子？不是，自学的。自学，画道修行、传承、资源、心法缺一不可。你自学能到这个水平？又是修仙界的人，有了前世的教训，绝对不能和他们扯上关系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顾青山。顾青山，我请你为我画一幅肖像。画肖像？他是想借机试探我的底细吗？他好像没有恶意，只是单纯的对我的画感兴趣。好，改日去城主府找我。城主府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想做什么。寻常画师作画讲究形似，形似只是皮囊，不得其骨。那何为骨？意，山有山的风骨，水有水的灵动，人也一样。画到没落，没想到在沧州城还能听到这般见解。略懂皮毛。你这可不是皮毛，我曾浏览宗门古籍，上古画道一笔可开山，一画可成镇，可惜早已失传。你的眼睛能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吗？能看到一些常人看不到的东西，比如一棵树的坚韧，一朵花的孤傲，还有小姐你眉宇间的剑意。画好了。这是100两银子，谢谢你的画。100两，多谢。等等，这枚玉佩你收好。这是太清宗的信物，我叫苏念青，若在沧州城遇到解不了的麻烦，可凭此物来城主府找我。好，多谢苏小姐。太清宗，前世我只听说是正道6大宗门之一，他竟然是太清宗的弟子。没有陷阱，没有算计，是真诚的善意。苏念青，不对，还是不对！停下！你画的这是什么狗屁？有形无神，全是匠气！你这5个月的苦修，就练出了个空架子！
师傅，我明明已经掌握了所有技巧。画道的尽头是心，筑灵境是让画活过来。你心里没东西，画出来的就是死的。心里的东西，能让看画的人也跟着你哭，跟着你笑，那才是筑灵。小子，告诉我，你画画到底是什么？绯红凌乱，娇酿酒歌，心头只为你温热。天造地设，终不过是谁重蹈谁覆辙。万事转头，风和无私情浓。今夕灯火重重，姐妹酒醉一盅，万千柔情却换你秋水一红。且情又无何处留痕。筑灵境，这就是筑灵境！5个月就突破了筑灵境，这真是万有以来闻所未闻。你这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？现在的我能改写小鱼的命数了吗？小鱼，哥现在一定能救你。延长小鱼1年寿命，折损我5年。前世的血债，用我10年寿命才换来小鱼1年。15年，换了小鱼3年，这只是缓冲。先天心结的根源还在，要彻底治愈小鱼，必须达到更高的画道境界——巨限境。我必须尽快突破到巨限境。3年时间够吗？天机阁，快来了！前世就是因为他家破人亡，这一世我绝不会让悲剧重演。藏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，我还画了隐匿灵纹，我看谁能找到。青山，卖完画就抓紧来外婆家，我们在那儿等着你。好，知道了，娘。哥，我不想走。小鱼乖，听话，就当去外婆家玩几天，哥很快就来。娘，这些钱您拿着，路上买些吃的。你自己要小心。放心吧。天机阁，我等着你们。我已入太清宗，近日天机阁活动频繁，似在寻重要之物，你安全与否？就要来了。这是画道灵力。大人，有何不妥？这股灵力我从未见过，和天机阁的画道路数完全不同。去查查这幅画出自谁手。是。大人，查清楚了，城中最近出现的养心图，却出自一个叫顾青山的少年画师之手。这里便是他的画摊。人呢？据周围摊贩说，他1个时辰前就收摊走了，说是家里有急事。1个时辰前，这是真意。一个民间的野路子画师，竟然能画出真意。大人，在天机阁，能画出真意的名画师，不超过5人。您的意思是，这个少年……找到他，我要见他。大人，怎么了？只是一个破村子。画阵啊，在这种地方，手法很精妙，
是我闻所未闻的路数。藏头露尾。你就是那个画师？你身上没有灵根biến动，怎么画出那种画的？他的命数之线被天机阁的命运束缚着，看来也是个囚徒。你想做什么？你是不是觉得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命安排好的？大人，不搜查了吗？画卷残片不在这里。凌霄暂时放过了我，但天机阁绝不会。想好了？想好了。凌霄只是探路的，天机阁很快会派更强的人来。这一世师父早早将画卷交予我，命中的危机已然消失，但我反而会给师父带来麻烦。师父，我不能再连累你。我这把老骨头死在这里也算落叶归根，你不一样。这是太清宗虽不修画道，但他们的藏书阁老家伙是欠我个人情。你去那儿能看到真正的上古画道典籍。太清宗，师父您保重。青山隐白首，月上有天影相留。这是什么？天机阁，他们不是在寻找命运，他们是在操控命运。你们的网再大，我也要画出一片没有线的天空。站住！太气宗山门，闲人免入。在下顾青山，受莫残老先生举荐而来。莫残？没听过，哪来的野路子？吵什么？大人，这小子拿着一封破信就想进山门。这是那位林长老的私印，他怎么会给一个凡人小子写推荐信？林长老早已云游四方，这信也不知是真是假。太清宗不收废灵根的弟子，不过看在林长老的面子上，宗门正好缺个杂役画工，你可愿意？愿意。拿着，去藏书阁报到，以后你就负责打扫那里了。藏书阁正合我意。上古之时，道分三种：约剑、约丹、约画。画道者，可画天、画地、画众生，夺造化，逆天命。天机阁出，命运被掌，画道遭尽，只因画道是唯一能挑战天机、重塑命运之法。原来不是画道没落了，是你们在害怕。这么晚了，藏书阁怎么有光？1年1度杂役晋升考核，凡通过者可晋升为外门弟子。又是武道实战，这不是为难咱们吗？一群废物还想鲤鱼跃龙门，做梦！武道实战，我只会画道，能行吗？考核开始，想往上爬就用拳头说话。下一个，顾青山。小子，武器呢？怕被打哭，提前认输。他拿了根毛笔上来，想干嘛？不会是想给对手画个遗像吧？直到明年一往情，问
装神弄鬼，看我砸了你这破玩意儿！我赢了。本次考核第7名，顾青山。你来了。第7名，刚刚好，既能成为外门弟子，接触更多典籍，又不至于太过惹眼。顾青山，苏师姐，你来太清宗是因为天机阁的事？师姐说笑了，我只是一个想出人头地的杂役，不懂什么天机阁。杂役？用画道击败对手的杂役？顾青山，别装了，你的画道不属于任何宗门，却充满了恨意和目的。这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变强的眼神，我见过。3年前的我就是。我父亲是沧州城主。3年前，天机阁的人来到城主府，说我母亲的命数与我父亲相克，视为命数不合。命数相离，有逆穹苍，匡正天命，乃归本宗。破！他们强行改写了我母亲的命运，将她的富贵长寿变成了病厄短命。不到1年，我母亲就病死了，所以天机阁也是我的仇人。他的因果线没有说谎，你想怎样？结盟，我是太清宗的首席弟子，可以为你提供修行资源、宗门情报，甚至进入藏书阁禁区的权限。我需要付出什么？你的画道，你的眼睛。天机阁的命运体系像一张弥天大网，我需要有人能看穿这张网的脉络，找到它的弱点。好，这是太清宗外门弟子的修行心法，比杂医院的要高深10倍，算是我们结盟的第一个信物。以后我们就在这里见面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天机阁每隔几个月会有一批命画师巡视各州，修正偏离的命数。我刚得到一份沧州附近最新的巡查名单，上面有一个名字，我想你可能会感兴趣。谁？凌霄。你的筑灵境已经圆满了，还不够。画出的东西必究是虚的，留不住。这是最新的情报。天机阁的命画师已经开始在沧州邻近的几个州郡活动，他们像在收网，一点点缩小范围。我们留在太清宗的时间不多了。我明白，我准备闭关，冲击下一个境界——巨仙境。巨仙境，古籍记载，此境界极难勘破，100年来无人成功。我没有退路，只有突破巨仙境，画出的东西才能真正存在于世，我才有能力。需要多久？不知道，或许7天，或许永远都不行。我会帮你打掩护的，你自己多加小心。不对，还是不对。到底差了什么？画道的极致，不在于画的像，而在于画的真。真，我明白了。巨仙境，终于突破了。这股力量，小鱼可有办法了。只能维持几刻钟，这根本不够。用几刻钟的药，怎么救娘和小鱼的命？
还不够，聚仙境之上一定还有更高的境界。为什么只能坚持几个时辰？化山山崩，化水水干，这就是你闭关的成果。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您来的正好。为什么我画出的东西为什么留不住？造化境到底要怎样才能突破？蠢货，你看看你现在的心，你心里只有急躁，只有焦虑。画道是心的修行，你心不静，画出来的东西就是无根之棚。可是我没时间了。闭嘴！突破聚仙境后是造化境，造化是夺天地之造化，关键不在于你画的多复杂多真，而在于你的画里有没有注入你的真情实感。真情实感，发自你内心的真情实感，是你就算死也想留住的东西，那才是你的造化。哥，我好冷。哥，要是天上有2个太阳就好了，那样冬天就不冷了。2个太阳，冬天就不冷了。那是小鱼最纯粹的愿望。好，小鱼，哥画一个太阳给你。造化，到底什么是造化？不是画的像，不是画的真，那是什么？我明白了，造化不是技巧，是心愿，是拼了命也想留住的东西。小玉，这是哥为你画的。这就是造化境。快看，那是什么？天哪，天上有2个太阳！妹妹，这个冬天你再也不会冷了。你看到了吗？后山那轮金太阳到现在还没散。听说是有人突破了传说的境界，那等威势简直是神仙手段。顾师兄，顾师叔，方才后山异象，可是您？您别动，是我唐突了。宗门长老会所有长老，请您立即过去一趟。后山那轮今日，可是你所为？弟子侥幸突破，惊扰长老，还望恕罪。你修的究竟是何种道法？为何从未在宗门典籍中见过？是弟子家传的一门粗浅画技，难登大雅之堂。一画成阳，永悬不落。这若是粗浅画技，那我太清宗的万千剑法，岂不都成了三脚猫功夫？顾青山，弟子在。宗门所有资源，藏书阁顶层都对你开放。谢长老。启禀长老，山门急报！何事惊慌？天机阁巡查使团3日后将牢房本宗。天机阁，他们来做什么？打的旗号是交流切磋。哼，交流切磋，黄鼠狼给鸡拜年。天机阁终究还是来了，难道是因为我？你都知道了。天机阁要来了。他们是冲你来的。我父亲的人脉打听到，天地阁半年来一直在搜寻一件失窃的镇阁之宝，那件东西与上古画道有关。画卷残片。我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站在你这边。我还有3日时间，足够了。送去给我娘，让她和妹妹切勿离开外婆家。他们来了。今日
天机革命画师白无常大人莅临我宗，指点画道，此乃我宗之幸。顾青山，上前来。你就是那个杂役出身的天才，是又如何？一个废灵根也敢妄谈画道，我倒要看看你修的是什么左道旁门。看好了，这才是画道真正的力量。一笔，仅仅一笔，就秒杀了元婴期高手的巨献画作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的灵墨是以100名死囚的命数精华所炼吧？你怎么会知道？用别人的命，可撑不起你的画。再花哨的东西，违背人道，也不过是空中楼阁罢了。数字狂妄，你找死！你的画里没有真意，只有贪婪和掠夺。你的画道很有意思，金色灵墨、真意作画，这些东西本不该出现在这个时代。天机阁的眼睛会盯着你。他人命数做灵墨，真是骇人听闻。小点声，被天机阁盯上就麻烦了。怕什么？我们可是有以然化境的顾师兄，你们刚看清楚没？顾师兄，顾青山，你虽胜了，但此战之后恐怕再无宁日。弟子明白，躲是躲不掉的。天机阁不会善罢甘休。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他伤不了我。我父亲刚刚传讯，情况比我们想的更复杂。这是我父亲动用所有人脉，从天机阁内部探听到的消息。他们对你的态度分成了2派。我还以为他们态度一致。一派以长老院为首，认为你的画道天赋是巨大威胁，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将你抹杀。另一派是天机阁的阁主一脉，他们认为你的画道天赋万年罕见，想要招揽你，让你加入天机阁，为他所用。招揽？让我变成第2个白无常，为他们去篡改别人的命运吗？正是因为他们内部意见不统一，短期内才不会对你动手。但无论哪一派，你都会被他们盯上了。我们还有多少时间？再坐以待毙，只会重蹈前世的覆辙。既然迟早要对上，不如我们主动出击。怎么做？天机阁之所以能掌控天下，靠的是2样东西：一是命运长卷的操控之力，2是遍布天下的情报网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挖掉他们的根基。第一，我们要建立一个能对抗天机阁的联络网，一个只属于我们、完全绕开他们监控的势力。我苏家在各州都有产业和人脉，可以帮你。好。第2，我要彻底解读师傅留下的画卷残片。那上面一定隐藏着命运长卷的真正秘密。真的是画卷残片？要暗中建立联络网，首先要解决通讯问题。天机阁能监视天下灵力波动，任何传讯法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。那我们……所以，我们要用一种他们无法理解，也无法监控的方式。这是传讯画符的母符，你滴一滴写在上面。从现在起，我在这子符上画任何东西，你那里的母符都会同步显现，信息只在读取的瞬间存在，随即消散。天机阁绝对无法截获。你的画道竟能如此运用，现在是时候织我们的第1张网了。我的父亲已经整理好了第1批名单，都是些与天机阁有血海深仇，但又隐忍不发的势力。第1个是谁？中州云家，曾经的炼器世家。30年前，云家老家主云天河因拒绝向天机阁献上传家秘法千断流火，被天机阁以命数不合为由强行逆转命格。那云家现在呢？ 3年前，
云天河暴毙，云家从此一蹶不振，沦为三流家族。现任家主云中鹤是云天河的独子，他隐忍了30年。30年的仇恨足够了，他们缺的只是一个点燃引线的火种。云中鹤生性多疑，为人谨慎，只怕不会轻易相信我们。空口白牙，他自然不会信。但如果我让他亲眼看到30年前的真相呢？你是说……准备一下，明日我们去拜访云家。太清宗的天才弟子和一位不知名的画家，二位到访我这破落门体，有何贵干？云家主，我们是为30年前的一桩旧事而来。30年前，老夫不记得与二位有什么旧事。云家主不记得，但天机阁应该还记得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想做什么？云家主，晚辈只是想让你看个东西，看看是否能给您一点想要的真相。真相？什么真相？老夫都说了，千断流火乃我云家立身之本，断不可能轻易与人。天机阁为何一而再派人前来劝说？今日我等不要你的千断流火。哦，那画师今日到访所谓何事？经天机阁的查验，云天河的命数与本命不符，现我想来纠正天命。哪门子的天命？要我家传法术，不就滥施行力？天机阁当我等百年世家是吃素的不成？云家主，劝您速速束手，方可减轻痛苦。你们这是命运长卷！你们居然不……爹，居然是这样！小心，云家主！我一直怀疑父亲的死因有蹊跷，可恨我苦无证据。原来真的是天机阁！恩公，请受云中鹤一拜。云家主，我受不起。我来是想告诉你，天机阁并非不可战胜。只要能为父复仇，我云家与天机不死不休。恩公有何驱使，云家上下万死不辞。我需要盟友，一个能与天机阁抗衡的联盟。我云家愿追随公子。很好。从今天起，我们的联盟名为画卷。这是给你们的第一样东西，锚定画。锚定画，一旦天机阁再次试图篡改你们的命运，看来我们得加快速度了。这是……天机阁已经察觉到了，他们要对你动手。这么快？我云家才刚刚……云家主，冷静。这道警示也证明了锚定画的作用。可这又能如何？在如今的天机阁面前，云家也不过是砧板上的鱼肉。现在还不是，他们只是在试探，在拨动你的命数之线。只要我们提前准备，就能斩断他们的黑手。我们的盟友越多，力量就越大。但要真正对抗天机阁，只靠联合是远远不够了。我必须去闭关继续修炼。现在？对，现在。我需要彻底解开师父留下的画卷残片里的秘密，那里面藏着能真正颠覆天机阁的东西。前世，我只能看到这些命数之线的存在，却无法理解其中奥秘。不行！这不仅仅是记录，这是一个完整的、自我运行的命运之图。强行解读，只会被反噬。万物皆有玄和，万脉各存中枢。此物本源心窍，究竟落在何处？找到了，灵力封印。900年了，这把锁终于等来了能打开它的人。
无关苍生，命途各异，然皆困于因果，不明所以。吾绘此长卷，意在记录，非为操控。愿世人皆可宽己之因果，明己之命途，从而趋吉避凶，自主抉择。师尊，您太天真了。既然能记录命运，为何不能掌控命运？掌握了命运，便掌握了天下。无料到此画终有一日会被篡改，故留此残片封印矫正之法。后世若有缘人以天命境画道，携此残片入命运殿，与长卷合一，操控自解，天命归于众生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一直以为我的重生只是为了复仇，为了弥补自己的遗憾。现在我才明白，这不仅仅是我的仇恨，这是被奴役了900年的天下苍生共同的命运。天机阁，你们所谓的天命该结束了。命运殿由天机老人亲自坐镇，强闯无异于自寻死路。我还需要一把能打开命运殿大门的钥匙，一个天机阁内部的人。凌霄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报仇之前，我得先创造一个让天机阁不得不开门的机会。你这是在想接下来的路。主杀派和主招派，无论哪一派，都在加紧对你的监视。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你看这里，你有计划了？我们要让天机阁主动为我们敞开大门。主动开门？怎么可能？当着天下人的面。你是说，我们要办一场盛会，一场天机阁不得不来的盛会。我要以复兴上古画道为名，举办一场天下画道大会。天下画道大会第一步，便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按照计划发往天下各大宗门、世家、散修聚集地，务必确保每一份邀请函都送到。顾青山，你这最后一句话当真胆大。明线已铺开，暗线亦不可听。掌柜，这幅画可否借贵宝地挂上一阵，就当是给小店添些雅趣。第一幅临兵画就位。数百幅画，数百把飞剑，画道剑阵即将成型。战场全景图，我的沙盘还可远程指挥，成功了。顾公子，邀请函已经发出，天机阁必然有所察觉。我们这是战术画符，攻击、防御、传讯、疗伤若干，各若干。这些能让我们的战力提升几成？足以让你们在天机阁面前不再是待宰的羔羊。3个月后，天下画道大会中州圣城，这将是与天机阁的第一次正面交锋。我云家等这一天太久了。顾青山，你在玩火！天下画道大会，真正的画道不是早就失传了吗？快看最后一句，这是在指着鼻子骂天机阁心虚啊！这顾青山是何方神圣，胆子也太大了。天机阁要是不去，这脸可就丢尽了。顾
狂妄！这就是那个废灵根华修的挑衅。一个跳梁小丑，竟敢在我天机阁家门口叫嚣！依我看，直接派人杀了，以绝后患。为这种蝼蚁动手，反倒抬举了他，不如不理，任他自生自灭。天下人只会当个笑话看。不可大意，此事有太清宗在背后撑腰，那苏家千金更是搅在其中。我们若动手，太清宗必有反应。区一个太清宗，难道还敢与我天机阁为敌不成？此一时彼一时，够了！去！老夫倒要看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辈到底有什么本事。天命，你亲自带队。弟子遵命。带上白无常和凌霄，再挑3位长老压阵。如果那小子真的掌握了什么不该掌握的东西，不惜一切代价，连人带东西一起给老夫带回来。弟子明白。我所做的这一切，真的是对的吗？飞鸿灵魂娇娘9颗心头，只为你忍着。天造地设，终不过是谁重蹈谁覆辙。小鱼长高了。哥回来了。青山，我的儿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没事。快吃，你多吃点，在外面肯定吃不好。哥，娘做的红烧肉可好吃了。终于不再像从前那样，把所有好的都留给我了。这次回来能待多久？看你都瘦了。待不了几天，回来看看你们就走。啊？又要走啊？哥，你都好久没回来了。你哥在外面做大事呢，别胡闹。对了，青山，多亏了你说的那个苏姑娘，她隔3大5就托人送钱送药来，不然……娘，以后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。小鱼，等哥做完这件事以后，天底下就再也没有任何人能随便欺负我们，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决定我们的命。哥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，我跟娘等你。一定回来。为了你们，我无所畏惧。天机阁，你们终于来了。你回来了。天机阁的阵仗比我们想的要大。我已传讯画卷联盟各部，他们会按计划扮作行脚商队，分批入城。事不宜迟，我们也该出发了。一切都已安排妥当，我们的人会比天机阁更早融入中州圣城。3路并行，互不干扰，确保万无一失。记住，入城之后各自隐匿，等我的消息。公子放心，30年的仇，我们等得起这期几天。走吧，这场大会该拉开序幕了。30个暗哨，2座命数探测阵，天罗地网，果然是冲着我来的。怎么样？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密。这些是天机阁的暗哨，但最麻烦的是这个命数探测阵。
能感应到任何携带异常命数波动的灵物。他们在仿你手里的画卷残片。没错，如果我带着残片进会场，恐怕还没走上台，就会被天命真人直接锁定。那怎么办？没有残片，我们就无法向天下人展示天机阁篡改命运的证据。既然东西带不进去，那我就把东西变成我自己。你要把残片里的记忆临摹到你的神魂里？你疯了！那里面是初代化生留下的庞大记忆，还有900年的因果，你的神魂根本承受不住，会崩溃的。没有其他办法了，帮我守住门，记住，无论听到什么声音，都不要进来。青山，你一定要撑住。你成功了。成功了，所有记忆都在我脑子里了。你的状态能撑到大会吗？能撑住。这个你拿着，找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藏好。大会期间，它绝不能出现在天机阁的探测范围内。等到我们杀进命运殿的那一刻，再取出来。我明白。立刻安排人送出城。暗手已经布下，现在是时候让他们开花了。这花有灵力波动。他跟踪我们的人已经起了疑心，杀了他一了百了。不行，为什么？留着是祸害。一个暗哨失联，天机阁会立刻启动最高警戒，全城搜查。这比杀了他更麻烦。用这个迷心符，抹去他今天下午之后的所有记忆。把他扔到春风楼门口，弄乱他的衣服，再撒上点酒，让他们以为他是贪究误事。一个失踪的精锐和一个烂醉的废物，在天机阁眼里分量可不一样。混账东西！大会在即，你竟然在这里喝得烂醉如泥！我怎么会在这里？回去再跟你算账。危机解除了，你的计策总是这么出人意料。天机阁的警惕性比我想的还高，大会之上，我们必须一击即中，不能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。是天机阁的仪仗，他们真的来了！好可怕的灵压！领头的是谁？一个小小的化修，竟敢搅动天下风云，可笑！大长老，那小子花刀诡异，绝不可小觑。凌霄，弟子在。大会开始前，我不希望有任何意外。你负责盯住那个叫顾青山的小子，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向我汇报。是。你知道我会来找你，你知道我在等你，不是吗？大会上，你打算做什么？这都是我做的。
这是上一世的你做的，这一世你没有这么做。你不恨我吗？恨。但恨不是我活着的全部理由。我到底该怎么做？四符，希望用不上。如果我真的出事，请你替我做3件事。第一，把画卷残片送到太清宗主手里，请他联合6大宗门向天机阁施压。第二，去找凌霄，他的命数已经变了，他会做出正确的选择，他是进入命运殿的关键。如果明天天命真人直接动手杀你，你有应对方案吗？城中数百幅灵兵画组成的剑阵能拖住他。第三，拜托替我照顾我娘，还有小鱼。好，但你最好自己活着做这些事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只要我把真相当众说出来，就算他杀了我，也已经晚了。天下人的眼睛就是证据。对，真相不会被掩盖。师父，您说画道的极致在于画的真，明天我就在天下人面前画出这世上最真的东西。我的天，几乎整个修仙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。听说这次大会的主持者是个没有灵根的凡人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化物成真，永久存在，这是造化境。灵根的凡人，竟然是造化境的画大宗师，这怎么可能？今日天下画道大会第1项论道，有请中州云家云展鹏。此乃我云家失传300年的千段流火图，可助炼气师提升30%法宝成功率。大长老，这千段流火图不是300年前就被我们列为禁书在第7书库了吗？有请百草谷孙仙子。此乃药灵显化图，可辨日万千灵药，无需清尝，便知其性。
是被封进了上古画书。够了！这些都是蛊惑人心的歪门邪道，是天命不容的禁术。顾青山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公然在此传授异端邪说！大长老此言差矣。哦，本座说错了。何为禁术？何为异端？是由大长老一言而决，还是由天机阁一格而定？这顾青山竟敢当面顶撞天命真人，他不要命了吗？这些话术乃上古先贤所创，传承万年，只因天机阁一句禁术，便要让其蒙尘，这是何道理？天命有常，命数有定，尔等妄图以化道干涉天命，便是逆天而行。本座将其封禁，乃是顺天应命。好一个顺天应命！既然大长老自诩化道正途，那不如你我便在这万众目之下，以化论道，以笔斗法，让天下人看看，究竟谁才是歪门邪道。大长老，何须您亲自动手对付这等庶子？弟子一人足矣。顾青山，上次在太清宗，你侥幸胜我一招，今日我便要让你知道，天机阁的化道不是你这种邪门窝道能比的。哼，斗下败将也敢言勇，找死！我这百鬼夜行墨，乃是以百名恶鬼的命数精华所炼，我看你如何抵挡。给我死！我的化道，我的道心。各位，你们以为天机阁是天命的守护者？但今天，我要让你们看一个被掩盖了900年的真相。吾绘此长卷，意在记录，非为操控。愿世人皆可观己之因果，明己之命途。师尊迂腐，掌握了命运，便掌握了天下。这是真的吗？我们的命运……怪不得我宗门天机被无故暴毙，原来是天机阁搞的鬼！天机阁与云家结了血仇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。天机阁为了抢我家族之书，屠我全家满门，我与天机阁不死不休。杀人血仇不共戴天！一派胡言，全是伪造的影像。
这就是天机阁所谓的天命。他们不是天命的执行者，他们是天命的篡夺者，是用一幅被篡改的画，奴役了天下苍生900年的窃贼。妖言惑众，罪当万死。今天，所有看到这一切的人都得死。伪造证据，蛊惑人心，罪该万死。庶子狂言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不知死活的蝼蚁！天命，你也配谈天命？挡住了！一个没有灵根的化修，竟然硬生生挡住了化神境高手的全力一击！这是什么化道？此子绝不可留！天机阁执法队何在？此子妖言惑众，意图颠覆天命，给我杀了他！与天机阁为敌，又何止太清宗？还有我云家，还有我百草谷，还有王家，还有青阳门。一群乌合之众，也敢与皓月争辉？执法队，给我将这些叛徒尽数诛灭！你的对手是我。挣扎吧，你们最后的时刻！起阵！区区化阵，也敢在本座面前放肆，给我破！造化境的极限就是这一招了。万剑归宗！区区造化境，竟然能将我至此！他的化道恐怖如斯！撤！你来杀我，那些画面
上一世你被我灭门，对不起，是我做的。我也想起来了，那天的命令是天命真人直接下达，我只知道目标是搜查失窃的圣物，我不知道你们只是普通人。对不起。起来。我没办法原谅你，更没办法替那些无辜的人原谅天机阁。但如果你想赎罪，帮我打开天机阁的大门。你是天机阁的首席弟子，你知道命运殿的入口，帮我进去，将残片与长卷合一，这是你唯一能赎罪的机会。好，天亮之前离开这里，下次再见就是天机阁了。他走了。走了。凌霄此人反复无常，我们能信他吗？我信的不是他，是我看到的因果。他会成为那把钥匙。那我们何时进攻天机阁？联盟的士气正盛。还差一步。什么？我要突破天命境，只有达到化道的最高境界，我们才有胜算。天命境，可典籍记载那只是传说。等我回来，天命境，改写天命法则。何为法则？不对，强行对抗法则，只会引来万事。我明白了，画道的终点不是画出更强的东西去操控，而是画出那片最初的自由。一笔横断，万境归空，四方历尽，因果俱灭，一元归元，天命无踪。这一切该结束了。阁主，我们真的要主动攻上天机峰吗？那天机老人……天命从来不是由一个人说了算。燕乔，你率太清宗剑文从东侧主攻，撕开他们的外围防御。明白。两位长老，你们带领联盟主力从西侧佯攻，牵制天机阁的主力。遵命。记住，我们的目的不是歼敌，是为我突入命运殿创造机会。要去看看他们吗？最后一战，我想再看看他们。小鱼，来吃饭啦！来啦！怎么不进去？不进去了，看到他们好好的就够了。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见他们了，我怕他们担心。我们走吧。天机阁，我来了！
太清宗弟子听令，随我破阵！这天机阁的乌龟壳太硬了，我方伤亡太大了。年轻，左移30尺，席位是阵眼。云长老率女部从西侧山涧突入，那里守备空虚。一群乌合之众，也敢来我天机峰撒野！大长老，第一道阵法破了！什么？他们的攻势太诡异了，总能找到阵法最薄弱之处。哼，定是出了内鬼。画道，是那个小孩子在搞鬼！此人的画道竟能洞察整个战场，传我命令，不计代价杀了他！他们冲你来了！来得正好。外围防线都破了，但我们的人也快撑不住了。这只是开始，命运殿的阵法是活的。今日一战，我方折损了近30弟子，天命真人修为太高，硬攻伤亡太大了。天机阁的护山大阵层层叠叠，破了一层又生一层，若无骑兵，明日恐怕……凌霄，就看你的了。怎么回事？天机阁内乱了！凌霄的信号，时辰到了，各位，随我来。跟我来，快！巡逻队1刻钟后就会发现禁制异常。走。还有多远？命运殿在地宫最深处，距离不是问题，真正的麻烦在后面。是殿门的终极禁制。没错，殿门由天机老人亲手布下，除非他本人亲至，否则无人能开。这股力量是天机老人的气息，这道门我们根本打不破。你有办法？这是天机老人赐我的信物，里面残存着他的一缕灵力印记，能不能骗过殿门禁制，只能赌一把了。成功了，快进去！这就是操控天下苍生命运的画卷。对，每一条线都代表着一个生灵的命运轨迹。就是那里。等了数百年，你终于来了。画道的未来，不该由你这样的异种来决定。
画道的未来，不该由你这样的异种来决定。萧儿，你让老夫很失望。师祖，是天机阁错了，操控苍生命运，不是我们该做的事。错，你以为放开命数，天下就会太平？没有天机阁的操控，人间会陷入真正的混乱，强者欺弱，天才压拥，战火不断。天机阁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秩序。你说的秩序，是建立在无数人的苦难之上。我的母亲，我的妹妹，天下千千万被你们篡改命运的人，他们的苦难就是你所谓秩序的代价。果然是年轻人。罢了，既然你来了，就试试看吧。老夫倒要看看你的画道能否画出一条生路。可恶，这就是天机阁最强之人的实力吗？萤火之光。他能操控其他人的攻击，不自量力。天命境的画道果然能抵挡命运的操控，但也仅此而已。不行，如果硬打，这些无辜的命数也会被我的画道力量震碎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秩序。与我为敌，就是与天下苍生为敌。你背负得起这份罪孽吗？顾青山，我帮你争取时间。天机秘法，逆转乾坤。就是现在！时息足够了。给我破！不，你这鼠辈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的时代结束了！顾青山，快！滚开！都给我滚开！我的力量怎么会？不，停下！快停下！数百年，我天机阁数百年的秩序就这么没了。没了秩序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用秩序的名义剥夺了每个人书写自己命运的权利。你跟他真像。谁？初代华生，我的师祖。天命不可控，命运当自书。画卷只是记录，不是枷锁。
可惜我没有听。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天命吧。顾青山，聂瑶，怎么会？天机阁已经覆灭，为何小鱼的命数还是？青山，你怎么了？我们赢了。赢了！我推翻了天机阁，让天下人的命运重归自由，却救不了我自己的妹妹。什么意思？命运长卷已恢复正常，所有被篡改的命数都已矫正。小鱼的心机是天生的，是自然法则，不是天机阁。我赢了天下，却输给了天命。不，你没有输。你救不了他的命数，但你能治他的病。治他的病？你是天命境的化道修士，你能画出一个永不消散的太阳，那你为什么不能画出一颗完美的心脏？对啊，我为什么要去改那虚无缥缈的命数之线？我可以直接治好他的病啊，他只是生病了而已。造化镜便可化无穷存，天命镜，天命镜可以画出连天命都无法分辨真假的造化之物。我可以画一颗心脏，一颗真正的心脏。可是，画一颗天命镜的造化之心，需要耗费的心力与灵力，是画那轮太阳的100倍、1000倍。我剩下的寿元，代价很大，是吗？值得。哥，小鱼，来，让哥哥帮你治病。哥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哥只是太累了，睡一觉就好。青山，那是顾青山的命数，短暂，但足够照亮他所爱的人。他说这一生已修得圆满，但我们的故事还远远未结束。